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这两天，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情。美国非常靠谱的两位飞行员告诉川普，他们看到了你无法想象的事情。Very solid people, and they said they saw things that you wouldn't believe. So, 这些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又查了一下，就是在1年前，川普在 Joe Rogan 的节目中略微提到过。I interviewed jet pilots that were solid people. Perfect. I mean, great pilots, great everything. And they said, we saw things, sir, that were very strange. Like a round ball, but it wasn't a comet or a meteor. It was something. And it was going 4 times faster than an F-22, which is a very fast plane, you know. 大家听到了吗？美国总统和飞行员都确认 UFO 是存在的，而且速度可以达到 F-22 战斗机的4倍，就是每小时9600公里。4个小时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圈，再加上之前美国国会公开，这种球形的 UFO 可以抵抗地狱火导弹的袭击。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现代的 UFO 外星人故事的开始都源于一个来源，就是1947年罗斯威尔的新闻报道，有一架 UFO 被闪电击中导致坠毁，美国还回收了飞碟和里面的小灰人。看到这里，我就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逻辑问题一个跨越几百几千光年，甚至穿越维度的超级文明飞船，都摆脱物理定律的，就连地狱火导弹都不怕，那它为什么会怕雷击？地球上的客机都很少被雷击中，为什么高科技的 UFO 会被雷电击落？我顺着这个疑惑就研究了一下，发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1947年罗斯威尔坠毁的 UFO 其实是被另外一股宇宙势力击落的，我们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森林，而这些都记载在梵蒂冈的绝密档案 Q 档案里。而这个 Q 档案又和希伯来的一本古书 The Book of Raziel 天使拉基尔之书有关。它里面讲了一个预言，飞碟的坠毁也是千年预言的一部分。今天的故事除了我自己研究的资料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海军情报局成员米尔顿·威廉·库珀的写的一本书，叫做《苍白的马》，还有流传在 UFO 圈非常著名的一份 CIA 绝密报告水瓶座计划。我把这些资料都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每个故事拿出来讲都是非常离奇，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就会发现里面的这些线索隐隐约约都是连在一起的，把它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啊！有2个种族的外星人在几万年来一直在监视我们。如果你也怕监控追踪，尤其是在使用咖啡馆、旅馆、公司的公共 WiFi 的时候，那一定要打开 Surfshark VPN， 保护我们的个资安全。Surfshark VPN 使用世界先进的加密演算法，一个账号全家的手机、平板、笔电数据都可以加密，无论骇客还是网络供应商都无法窥探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记录。使用公共 WiFi 操作券商账户和输入密码也能安心很多。Surfshark VPN 还可以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地区的 IP 地址，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线上电影、投资资讯网站，甚至享受不同国家饭店、机票、网购的优惠价。我最喜欢的功能还有 Surfshark Antivirus， 诈骗集团会诱导我们下载诈骗 APP 或登入恶意网站，想要远端控制手机、笔电里账户、转走资金， Surfshark Antivirus 会立刻阻止恶意程式安装，及时保护账户安全。无线设备全家都可以使用，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 Young，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 让投资和上网隐私更安全。感谢大家。这个罗斯威尔飞碟到底为什么坠毁？在 CIA 绝密报告水瓶座计划中记载了一个细节。1947年7月2日深夜，驻扎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905轰炸大队，当时它是美国唯一装备了原子弹的部队，他们的雷达系统代表了当时人类最高科技的水平。晚上10点40分，值班中士 Michael McBride 突然被警报吓出一身冷汗，他发现有3个被称为快速移动者的不明飞行物，以每小时5600公里的速度在美军基地的北部狂飙。大家记住，这时候天上飞的不是1个 UFO， 而是3个。晚上10点52分，雷暴区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炸裂声，随后光点1从雷达上消失，坠毁在罗斯威尔。10点53分，光点2突然做出了一个完全违背空气动力学和惯性定律的锐角急转弯，直接向西折返，最后也在屏幕上消失。10点57分，距离罗斯威尔以北138英里的霍罗曼空军基地，他们的雷达上显示有一个光点3在雷雨中突然向东做出了一个极其锐利的转向，
并且瞬间加速到48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随后在10点58分彻底从雷达上消失。按照这种几千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然后突然来一个这种的急转向，如果是人类在里面的话，瞬间就被压成了肉酱。这个加速度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当时五角大楼解密出来的军官记录是这么写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类陷入彻底的崩溃于迷茫之中。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所熟知的世界竟然以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彻底性宣告了终结，其他维度的飞行器真的存在，并且永远地脱离了猜测的范畴，成为了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与政治团体意识中极其痛苦的一部分。这个外国人说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不可相信，但又是真的。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故事里只有一架 UFO 坠毁，但实际上是雷达里出现了3架？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这个外星人之间在天空上空战？而他们之间又为什么会发起这种的内讧？或者他们就是来自2个不同星球的种族，他们在争斗地球这个疑问太多了，我必须给大家继续挖掘。这就要去一下梵蒂冈。我以前讲过，这个梵蒂冈地下有一个地球上最神秘的图书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它里面有一类档案被称作 Q 档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基百科 Q source。 这个 Q 就是来自于德语的 Quelle， 意思就是来源。在耶稣基督刚出现的时候，他一开始说的话不是马上大家一下就写成了马太福音之类的书，一开始大家都是用口述来传承，后来逐渐被记载在书里，就组合在一起，就成为新约。在几千年来研究新约的过程中，这个宗教学者就发现，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话都是类似的，但是这些句子并没有出现在最早期的福音书马可福音里面，所以这个中间是断层的，这些字是到底是从哪里来了？所以这些学者们就推断，在公元1世纪左右，还存在着一些已经失传的古代文献，里面全部都是记载的耶稣最原始、最真实，甚至没有被正典收录的原话和故事，而总结起来就叫做 Q 档案。这些 Q 档案里面到底包含什么神秘文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学者跟 UFO 研究者们都认为，有很多伪经、非正典的古籍可能都包含着这个 Q 档案里面，其中有一本就叫做《树叶之书》，另外有一本叫做《天使拉吉尔之书》，而这2本书里面都包含着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的原因。成书于公元前210年左右的古代犹太神秘典籍天使写的拉吉尔之书，它里面是这么记载的：从那里，他们作为神圣的孩子和使者降临世间，他们保护西方的城门，并召唤西风的指引。他们不是世界的统治者，但他的种子创造了他们，他也创造了阿达姆，人类。他们与格里高利的力量搏斗，并对堕落者定罪。他们是神之天堂的星辰，他们是降临的圣洁7人。这一段记载了有2种天使，天堂的星辰，圣洁的7人。他们用自己的种子创造了阿达姆，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人类。这个亚当阿达姆就是人类的意思。之后这种天使要和另外一种天使进行争斗，相互残杀，而且要给这些天使定罪。而这种天使叫做 Grigori。 的意思就是天使，他们指的是以诺之书里面的守望者。中世纪教堂里面的圣歌单声部的这种的非常庄重，据说就是模仿天使的声音，叫做格里高里圣颂。所以这里面就讲了2种天使，一种正义的，一种堕落的。还有一本书叫做《树叶之书》 Book of Leaves， 据说是犹太第一圣殿的绝密文献，里面是这么记载的：神圣之主大声呼唤，让所有人听见。神圣12长老的议会审判着谁是真正以色列子民的被召唤者。最先来到的是2名同卵双胞胎男孩，他们承载着你的知识和你的力量，人类应当仔细聆听他们要说的话。在尼散的安达卢西亚之年，将有更多的人觉醒降临。不要弄错，他们都将流淌到我的血脉，正如他们将传递我的信息。这里面就讲了一个预言，就说在未来有一个同卵的双胞胎将要降临地球，他们将带着神的知识和力量，和耶稣和释迦牟尼一样，要指引人类的方向。所以这些神秘的文本都保存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而梵蒂冈的主教们天天就研究他们。其中有个主教叫做
Marticello Brogoladia。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1932年5月23日写了一封信给更高级的主教 Senior di Payan。这是一封密信，里面提到了他发现的一个上古的预言，叫做 Golden Angel 金色天使。信中是这么写的：尊敬的德帕扬阁下，当你审视这些即将到来的孩子的预言时，这里传递的是所有时代的真相。真正的血脉将在20年内到来，那将是接近1947年。前两个是双胞胎男孩。这句拉丁语 Teguilio Siam Avisisco 意思是真理的草地，它必须在美洲，新泽西州将是我们进行的一次回收的地方。它在马赛洛，但是第3个孩子将在何时何地出生是一个更大的秘密。这个男性婴儿将被秘密隐藏起来，如果他的存在被外界知晓，他才是我们最应该担忧的。请尽快回复我，我需要您的指示。在这封信里Marticello 主教就解读了预言，他认为在1947年真理的草地，也就是美国的新泽西州，将会出现神的孩子2个双胞胎，之后还会有第3个孩子出现，而这个第3个孩子将掌握着解开所有疯狂事件的钥匙，而这个第3个孩子也被称为天使 Apollyon。在新约圣经启示录中，有一位天使被描述为蝗虫大军之王，一位君王，无底坑的天使，他的希伯来名字是阿巴顿。这个阿巴顿就是毁灭的意思。阴间在上帝前赤身裸体，阿巴顿也没有遮蔽物。阿巴顿和死神说，我们亲耳听过这个传闻。他这个意思就是有2个种族都要在地球上生孩子，有一对就是双胞胎，另外一个就是阿巴顿，他们是敌对的势力。这3个人加起来，会不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1947年出现的3个 UFO 呢？而那2个孩子就是不是我之前讲的树叶之书的预言呢？后来主教 Marticello 的预言就被送到了美国 CIA， 并且在1947年飞碟坠毁之后向总统汇报了。之后美国为防范外星人对美国的威胁，就开始了一个项目，叫做水瓶座计划。后面的故事就非常玄幻了，它记载在这个水瓶座计划档案中，还有这一本书《苍白的马》里。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你就当故事听就可以了。但是要知道，如果这个是一个被编出来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编的，那这个故事在逻辑上还有故事线上也是编的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故事。先说一下 UFO 界对宇宙背景的设定，它是分为2大种族，一个就是金色头发高大的雅利安人外星人海奥华人、昴宿星人，也就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天人。另外一个种族就是非常残忍的蜥蜴人种族就是天龙八部中的龙众，包括夜叉、纳迦等等的，他们都是一群类似蜂群一样的有种性的种族。而最低等级就是小灰人 The Grey。 这2个种族在地球上都有各自的使命。在人类宗教历史上，天人总是参与了人类圣人的诞生，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耶稣有天使报喜，释迦牟尼是白象入胎，都有光出现，然后呢，这个处女就怀孕了。这2个我在圣母玛利亚的研究里给大家讲过。总结起来，就是金色发光的天人总是喜欢用自己的 DNA 去创造新的人类圣人，让他指引我们的道路。就像约翰福音第8章41节记载的，耶稣对那些质疑他的犹太人说的，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但是蜥蜴人跟小灰人就不一样，他们种族不太适合生活在地球上，所以他们总是绑架人类，然后用各种的实验创造出各种的新的混血物种。他们想让这些混血人占领地球。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传说中总有蛇郎君和普通人类女子结婚，还有西藏的格萨尔王、中亚的很多的故事，他们的这些圣人的母亲都是龙女。这个混血实验哈佛大学麦克也研究过，大家可以再回味一下。所以在接下来的 CIA 绝密文件水瓶座计划里面，就记载了一个非常诡异但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故事。它就发生在1947年7月2日。那一天，天人就是现在的昴宿星人，他们驾驶着一座3角形的飞行器进入地球。这种飞行器被称作 Villana， 它就是古印度寺庙的那种形状。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前往美国新泽西州，确保预言中的双胞胎的降临。但是当他们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天龙星人 Draconians 他们的克隆部队2架小灰人的 UFO 在地球上已经等候多时，
他们知道，如果带着造物主纯正基因的天人双胞胎在地球上顺利诞生成长，它将唤醒所有人类的灵性，而蜥蜴人把地球作为基因实验场和未来殖民地的阴谋就会彻底破灭。所以灰人立刻派出了2艘蝶形飞船，准备在天人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进行锁定，直接灭掉未来天人拯救人类的计划。于是1947年7月2日深夜，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北部上空就开始了逃亡与追踪的大戏。当时罗斯威尔的天空正在发生一场雷暴，天人的3角飞船为了摆脱灰人的飞碟摇尾追杀，他就一下突然加速，一头就冲进了雷暴云层里面。他想用云中的雷暴掩盖自己的行踪，摆脱灰人的追击。但是这2个灰人的飞碟还是紧追不舍，左右夹击。就在第1艘灰人飞碟逼近的时候，这个3角飞船就突然启动了一种防御机制，发射出一种斜波脉冲的武器。这个不是激光，也不是炸药，而是一种超高频的电磁能量流武器。接着天空中突然一闪，像闪电一样，瞬间这灰人的飞碟一下就失去了升力，它在空中失去控制，猛烈翻滚，然后直接坠落，结果就轰的一声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西北部的一座山上。这个剧本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美军在搜寻时发现这个飞船的这些金属都是散播在一个非常广阔的非常长的一个区域里。在这个时候，负责掩护的第2艘灰人飞碟也遭到了这个余波的攻击，当场也是失去了控制。当时这艘飞船受伤比较轻，所以后来还勉强启动了，逃离了地球的大气层。在它迫降的时候，还有一位西墨西哥的州警，他自己就是说自己看到了灰人走到飞船外检查受损情况，这个都是有记载的。结果天人的黑色3角飞船毫发无伤，它就穿越了雷雨区，继续向东飞行，最终到达了新泽西州。在那里，它悬停在一座房屋的上方，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位母亲，她怀孕了，她腹中有6个月大的双胞胎。1947年7月27日，这2名男婴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医院顺利降生，成为第一批驻扎在地球的星际种子。根据 CIA 水瓶座计划后面的记载，这些星际种子出生之后，几个周内就被 CIA 给秘密回收了，然后就安置在特工专门找的人类寄养家庭中成长。而且 CIA 也指派了特工跟医生进行24小时监控，也就是传说中的黑衣人。这个行动代号被称作 Zingo。Zingo 的意思是 Zion is now getting organized， 意思是西安正在组织起来。在希伯来圣经中 Bet Zion， 西安的女儿就代表着所有以色列人，也代表着神的圣殿。然后还记载 CIA 在 Zingo 任务中利用了催眠回归、星体投射还有摇式等等的这个非常玄幻的技术，从这些星际种子的大脑里面提取昴宿星人的外星科技、宇宙历史，还有什么未来的预言。听着好像是跟他们一起练释迦牟尼的6神通。最后还说，梵蒂冈派出了首席家谱学专家主教迈克尔·科洛尼全权跟进 Zingo 项目。梵蒂冈采集了这个33名地球上星际种子的血液之后，拿回去和梵蒂冈秘密保存的耶稣受难圣物荆棘皇冠、十字架木块还有裹尸布里的血液进行核对。他们发现这个33名星际种子的 DNA 和耶稣的血液比配达到了 99.9%， 非常完美。也就是说，这33个人与2000年前的耶稣是同宗同源，他们都是昴宿星人直接播种在地球上的后代。最后梵蒂冈震惊了，他们发现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上帝其实是昴宿星人的外星领袖这个耶稣只是一个外星混血儿，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地球上所有的信仰，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可能一下子就会崩塌。所以这个梵蒂冈的策略就是永久封杀，否定一切。这个故事是不是非常非常玄幻？关于 UFO 和外星人的故事都是这样子的，没人相信。但是开头川普说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UFO 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川普很快会公布这些档案。但是如果这个 UFO 都是真的，外星人都是存在的，那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到地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到底是他们那个星球上什么样的人物？拉吉尔之书里面还有一句话从侧面告诉我们了，在即将到来的混沌之年，尼散月，上帝之子的种子将降临世间，为圣父的伟大回归做准备。是不是像耶稣这样的种族，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和神沟通的一个使者，然后准备这个外星人大规模降临地球？
脑洞大开呀！本期会员节目我会继续讲一下天人、昴宿星人和耶稣的秘密，欢迎大家点击加入和充电，我们一起探索宇宙最神秘的故事。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